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哟。暗杀叶落天与木兰三老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此次计划只要是月黑风高时，由美杜莎和萧炎负责潜入暗杀，海伯东等人负责在外围接应。在众人埋伏起来等天黑的时候，萧炎捏碎了小医仙给的玉片，随后突然看向美杜莎，低声道：“昨天的事，对不起了。”美杜莎愣住了，因为这是他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听见他这么与人如此说话。你也是会道歉的吗？美杜莎表面淡淡的说道，内心却是因为萧炎的这次道歉，将最后一丝怨气也散了去。萧炎有些尴尬的搓了搓手，又笑了笑道：“天火融血丹，我现在短时间内炼制不出来，等我炼药术提升一些，应该便是能够着手炼制。不过你放心，2年之内定然会成功。”美杜莎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是对萧炎能够将这事儿郑重的放在心中很满意。然而两人少有的和谐氛围很快就被一只蝙蝠打破了。美杜莎取下蝙蝠爪心的小纸卷，轻声道：“是那小医仙传递过来的，这是城市中的地图，标明了叶落天与木兰三老各自所在的方位。”萧炎心中一喜，这张地图对他们有着莫大的帮助。叶落天在城中北方，而木兰三老则是在西方，看来我们得分头行动了。美杜莎沉吟道，随后看着萧炎又说道：“叶落天虽然重伤，可毕竟还是斗宗强者，一旦反扑也极难对付，所以他便交给我来吧。”木兰三老损失一人，三兽蛮荒诀施展不开，便只是寻常的斗皇巅峰强者，以你的实力，全力之下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如何？萧炎有些感动自己的大老婆心疼自己，当下笑着道：“你也要小心点。”不知道是现在气氛正好，还是萧炎的道歉作用很大，美杜莎竟然也冲着萧炎笑了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静待天黑吧。”萧炎被美杜莎的笑容晃花了眼。开始行动前，萧炎在美杜莎耳边轻声道：“记得得手之后便立即离开，然后黑山要塞即可。”美杜莎没有接话，只是用担心的目光盯着萧炎。知道他心中所想，萧炎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放心吧，虽然我不是斗宗，可真要逃起来，斗皇中可没有多少人能拦住我。”女王这才点了点头，轻声道：“那你小心点。”随后就离开了。片刻后，美杜莎找到了叶落天的所在，此时的叶落天正忙着给自己留下子孙后代，而美杜莎也很仁慈的在他最快乐的时候送走了他。萧炎这边赶到木兰三老所在的时候，很不凑巧的遇到了他们正在运功给虎头人长老疗伤。等到他们停下运功的时候，萧炎才果断出手，使出3000雷，一举抓住了重伤未愈的虎头人。剩下的木兰二老也是狡猾，表面上气急败坏的骂萧炎，实际上却想运转三兽蛮荒诀让虎头人脱困。哪知萧炎早就看透了他们的把戏，陪他们玩了一会儿后，掐着最后1秒钟干掉了虎头人。萧炎杂种，老夫今日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暴怒的声音顿时响起，随后木兰二老掀翻了帐篷，彻底暴露萧炎的行踪。萧炎很慌，因为凭借着他出色的灵魂感知力，敌方阵营足足5位斗皇强者，这要是联起手来，他不死也得脱层皮呀，赶紧跑！只见萧炎转头薅了虎头人的纳戒就跑。木兰二老看到萧炎的动作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更气了，跳起脚怒吼道：“给我拦住他！不论死活，谁杀了他，直接晋升外谷长老！”陷入苦战的萧炎正想着施展佛怒火莲炸死这些王八蛋的时候，一个人影冲了过来：“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再拖一会儿，恐怕经验宗的强者也会杀过来了。至于那2个老家伙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”来人正是美杜莎。知道现在情况紧急的萧炎没有废话，冲着美杜莎点了点头后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包围圈。对于那些四面八方暴掠而来的攻击，美杜莎没有丝毫慌乱，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变过。木兰二老见美杜莎如此轻易的就闯过了那么多强者的阻拦，非常果断地决定分开逃窜，结果一人刚转身就被捅了心窝子，另一人还没跑出3米也下去见兄弟了。将手中的7彩蛇剑散掉，美杜莎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木兰谷强者，直接弯身当着无数人的面扯下了那2名木兰长老的纳戒，随后潇洒离去，留下了一营地敢怒不敢言更不敢追的众人。一路毫无阻碍地冲出营地，美杜莎一眼便见到了停留在半空的萧炎，一把抓住萧炎的手臂，两人就像流星一般向着城市外冲去。城中心毒宗所在方位发现异常，一股磅礴的气息立马追出，发现实在追不上后，才不甘地迅速撤回。城市远处的夜空中，萧炎关切地问道：“美杜莎，你没事吧？”美杜莎微微摇了摇头，只要那小医仙不出手，这城市中无人能拦我。萧炎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埋伏在此地的海伯东等人就冒了出来。萧炎将虎头人的纳戒拿出来，手掌一翻，竟然是三兽蛮荒诀。小心翼翼地将白骨卷轴摊开后，才发现只是1/3。看着萧炎从兴奋到失望，美杜莎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，随手将另外2名木兰长老的纳戒拿出来交给了萧炎。这下可把萧炎给高兴坏了，忍不住的大笑出声。他得到了完整版的三兽蛮荒诀，
见到萧炎开心的笑了，美杜莎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淡淡笑容，随后再度从纳戒中取出了一卷金黄色的卷轴递给萧炎。这是从叶落天身上得来的，应该算得上是经验宗的不传之秘，你若是修炼成功，对你好处不小。天焰九行翼，飞行斗技。瞧得卷轴上的字，萧炎顿时一愣，有些愕然的道。似是知道萧炎心中所想，美杜莎轻声解释道，其实与其说这是飞行斗技的话，还不如说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。记得焰落天那种犹如实质般的巨翼吗？便是修习了这个东西的缘故。经验宗最擅长速度，若是那个家伙真要逃起来，即便是我都追不上，而这则全是这天焰九行翼的缘故。握着这卷轴，萧炎望着美杜莎的脸颊，突然说道，这东西对你也有不小的效果吧？美杜莎迟疑了一会儿后点点头，随后说道，这天焰九行翼若是使用一些高阶材料制作，那做出来的飞行翼对我的确有着一些好处，但若是寻常材料所制，那么效果不大。听到这里，萧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当即把卷轴收入纳戒中，冲着美杜莎笑着道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先保管这东西，等凑齐了一些材料，便先帮你制作一个对你有用的飞行翼。美杜莎笑着点了点头，至此完全可以说这次暗杀是十分成功的，不仅干掉了目标人物，确定了天毒女是有非敌，还得到了三兽蛮荒诀和天焰九行翼。失去强横战斗力的经验宗与木兰谷也再没有蹦跶的心思了，都灰溜溜的跑了。而随着三宗的撤退，此次危及整个加玛帝国的大动乱终于是彻底消散，联盟更是彻底映入了每一个帝国人心中。随着加玛帝国边境逐渐稳定，蛇人族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一块繁衍之地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